¿Quién anda ahí？ 今天继续重口味下饭丧尸电影，来自阿根廷最新上映的《战力1978》。故事发生在1978年，阿根廷军事独裁期间，此时的阿根廷正在举办世界杯，但国内却在发生内乱。这段历史在阿根廷被称为肮脏的战争，是当局军政为了稳固政权，对抗议者和反对派们展开的一次惨无人道的大清洗行动，其中就包括罢工游行的学生、工人以及知识分子。当然，这些人对于军政的威胁并不大，主要目的还是从他们口中逼问出隐藏在后面的武装反对派，将他们彻底消灭。为了达到目的，不择手段的军政在全国各地建立了无数刑讯中心，他们一到晚上就到处抓人，秘密动用各种非人道的酷刑对抓来的人进行审问，有的甚至还会遭到虐杀。在某处刑讯中心内，就关押着几名抗议的大学生以及某个地下组织的成员。刑讯逼供者卷毛正在对男人进行审问，试图从他的身上问出其他组织成员的下落。卷毛一般不会动用酷刑，希望在不承受皮肉之苦的情况下，能让男人主动开口。但为首的小胡子和其他人就没那么多耐心，他们平时就喜欢以折磨人为乐，二话不说就直接上道具，方法简单粗暴，但也很管用。很快，男人就忍受不住，说出了同伴的藏身地。来到目的地后，被利用完的男人就被一枪送走。随后，一伙人闯入地下组织的老巢，在里面抓到了剩余的组织成员，一个男人、2个女人以及1个孕妇。整个抓捕过程非常顺利，等待他们的又将是残忍的酷刑。可回到基地的刑讯逼供者并不知道，一场噩梦即将降临。此时，小胡子和胖子正在聚精会神地观看世界杯，双手被绑住的女大学生被迫站在一旁给他们服务。就在女学生给他们倒酒时，阿根廷队刚好踢进了一粒球。趁着2人庆祝的时候，女学生悄悄顺走了桌子上的钥匙，她带着钥匙回到牢房，跟另外2个大学生商量今天晚上就逃走。随后，小胡子等人开始分别对那伙地下组织成员进行审问。温柔的卷毛负责孕妇，变态的小胡子负责男人，老色批胖子则负责2个女人。在审问的同时，胖子口中满是污言秽语，双手更是粗暴地掐住他们的脖子，而卷毛这边就和谐很多。面对孕妇，他更有些于心不忍，不仅给她松绑，还给她叫来了医生。不过医生在给孕妇检查身体时，却在她的手臂上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疤痕，并且还发现她的羊水马上就要破了，孩子大概率今天晚上就会降生。卷毛听后想让医生留在这帮忙接生，可医生却直接表示拒绝，因为这不属于他的工作范畴，更何况对方只是一个俘虏。说完，医生就离开了房间，而落入小胡子手中的男人就更惨了。小胡子没有废话，直接给他上刑具。可即便他拔掉男人的牙齿，使用电击治疗等酷刑，依旧没有从他身上得到任何信息。就在小胡子继续进行电击时，房间里的灯光开始忽明忽暗，喇叭里也传来诡异的声音。突然，整个审讯中心彻底断电，瞬间弥漫着一股阴森恐怖的气息。另一边，贪财的光头正在整理从那伙人手中缴获的物品，里面除了有钱包、手表等值钱的东西，还有一本看起来非常古老的书籍，上面的图案竟然和孕妇手臂上的疤痕一模一样。光头好奇地翻开古书，里面的内容让人毛骨悚然。与此同时，警卫惊恐地发现，正在审问男俘虏的小胡子突然变得目光呆滞，像是中了邪一般。更恐怖的是，男俘虏的后背突然冒出藤蔓一样的青筋，他从椅子上缓缓站起，转过身，死死地盯着警卫，整个面部也变得无比狰狞。此时，3名大学生已经趁着停电逃出了牢房，可正准备离开，却迎面撞上了前来巡逻的警卫。3人见状，赶紧躲在一旁。好在警卫并没有发现他们，只是走进了胖子审问的刑房。可眼前所看到的一幕却把他吓得魂飞魄散。万万没想到，2个女俘虏也变成了像丧尸一样的怪物。老色批再也没有了快乐，就连警卫也难逃一死，当场双腿发软，倒在地上，成为了丧尸的食物。另一边，孕妇也一脸痛苦，看样子马上就要生了。卷毛贴心的上前安慰，对方却瞬间陷入了昏迷。这时他注意到床单上有一片污渍，用手一摸，竟发现孕妇的下身流出了黑色的污血。此时光头从房间里走出来，打着手电筒来到小胡子审问的刑房，却在地上发现一大片血渍，周围还时不时传来诡异的声音。这时电话突然响起，光头连忙跑过去接，不料电话那头却没有任何声音，他顿时感到背脊发凉，只想快点离开这里。可刚走出房间，身后就爬过一道扭曲的身影。光头胆战心惊地拿起手枪，下一秒，一个诡异的人影朝他走来，手电筒照过去一看，那恐怖的样子差点没把他送走。惊恐的想要开枪，却发现枪里根本没有子弹。等再次看向前方，几只丧尸已经将他围住。随着为首的丧尸一声令下，光头瞬间被无数丧尸淹没。此刻医生正准备下班回家，眼前却凭空出现一个婴儿车拦住去路，周围更是有几只恐怖的丧尸虎视眈眈。
再次回头看去，婴儿车上又出现一个身穿奇装异服的恐怖孕妇，下一秒怪物直接一个闪现突脸，医生就这样被丧尸分尸。画面一转，3个学生来到了地下室，准备救出其他同伴，结果打开门却看到了恐怖的一幕，同伴正在被丧尸啃食。男学生吓得立马关上牢门，可一名女学生却好奇的上前查看，没想到丧尸直接一个突脸，又把他吓了一跳。等两人回过神来，才发现另一名同学被丧尸拖进了牢房。男学生见状连忙上前救人，只可惜还是晚了一步，而他们也自身难保。伴随着一阵阵恐怖的嚎叫，走廊尽头处突然爬过来2只丧尸，脖子上还套着铁链，一只身穿军装的丧尸像狗一样牵着他们，眼看就要小命不保。关键时刻几声枪响传来，丧尸应声倒地，是卷毛带着孕妇及时赶来救了他们。眼下这种情况，卷毛并没有为难两人，他叫两人赶紧送孕妇去医院，还交给男学生一把手枪防身。可即便如此，男学生也无法原谅他们做的恶事。但3人还没来得及逃走，就再次被丧尸袭击了。另一边，卷毛拿着手枪继续四处探索，想要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。突然，他听到浴室里传来响动，掀开满是血迹的帘子一看，发现一名警卫正在被丧尸啃食。他果断开枪打死丧尸，然后小心翼翼地继续往前摸索。很快，他来到一间点满蜡烛的诡异通道，壮着胆子走上前，再次掀开镜头处的帘子。等到画面一转，卷毛已经被抓了起来，其他人也没能逃过一劫。最开始变异的男俘虏终于现身，只见他翻开那本古书，一手拿着圣杯，一手拿着匕首。孕妇躺在他面前，2个女俘虏缓缓朝他走去，周围围满了可怕的丧尸，似乎要进行某种仪式。等到女俘虏跪在面前，男人便上前用匕首割开他们的喉咙，用圣杯接住鲜血，然后又将鲜血喂给了一只女怪物。片刻之后，女怪物的肚子便高高隆起，而男人则来到卷毛面前，将她叫醒，并在她的额头上画上了那个符号。也就在这时，一只魔爪从女怪物的肚子里破肚而出，小怪物们纷纷变得躁动不安，仿佛正在迎接主人的到来。下一秒，一只恶魔就钻了出来，他直接上前扭断了男人的脖子，抱起了孕妇刚刚产下的婴儿。趁着这个间隙，男学生挣脱了束缚，在卷毛的请求下，他也帮卷毛解开了锁链。卷毛上前用匕首刺伤了恶魔，从他的手中夺走了婴儿。两人赶紧抱着婴儿逃走，无数丧尸也紧追而来。男学生意外发现，这些丧尸竟然害怕火焰，可前方突然出现一只丧尸，拦住了他们的逃生路线。男学生直接一枪将丧尸击毙，然后催促卷毛赶紧走。他决定留下来断后，否则谁也走不了。卷毛无奈只能选择抱着婴儿离开，而男学生手中的火把也逐渐熄灭。随着枪里的最后一颗子弹打过，他的生命也迎来了终结。在男学生的掩护下，卷毛终于带着婴儿逃离了这个可怕的地狱。以上就是战力1978的全部内容。或许是机翻的缘故，博主也是看得有些懵逼。不过可以确定的是，这伙地下组织成员其实是一群异教徒，他们故意被俘虏，目的就是召唤恶魔来惩罚恶人。导演似乎想借此讽刺阿根廷那段残酷的历史。恶魔固然可怕，但毕竟是虚构的，而真正可怕的是那些拥有权力可以为所欲为的人。本片在剧情上虽然不算精彩，甚至有些无聊，但画面却足够炸裂，尺度也足够大，单纯的喜欢刺激的可以看看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粉丝们的观看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